这是一份来自公元3026年的文明修复档案。百事可乐被迫在 Aquafina 瓶身上印上了 PWS Public Water Source， 那是自来水的代号。21世纪的人类花了300倍的价格买了从水龙头里能出来的东西。我们在各地的21世纪地层中发现了数以亿计的透明容器，它们的材质是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 PET 塑料，这种材料需要450到1000年才能完全分解。文明已经消失，但这些瓶子还在。我们打开其中一个完整封存的容器，分析内容物，结果是水。水，这是地球上分布最广的液体，也是21世纪大多数城市管道系统中免费流动的物质。接下来我们分析了价格数据。自来水的成本大约每升 0.001 美元，瓶装水的平均零售价每升 0.30 到 2.00 美元，溢价300到2000倍。购买的是同一种物质，但也许这种溢价有合理性，也许瓶装水真的更纯净。我们检索了一个重要数据点，在美国，自来水受到美国环境保护署 EPA 的监管，瓶装水受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监管。EPA 的检测要求更频繁，标准更严格。也就是说，在美国，自来水在监管上比瓶装水更严格。然后我们发现了一条关键线索：百事可乐旗下的 Aquafina、可口可乐旗下的 Dasani 这2个最主要的瓶装水品牌，它们的水源不是山泉，不是冰川，不是天然水源，它们是净化过的市政自来水，就是水龙头里的水经过处理装进了瓶子。2007年，消费者组织向百事可乐施压，百事可乐被迫在 Aquafina 的标签上添加了公共水源字样。此前，消费者并不知道他们购买的是净化版的自来水，这不是一个细节，这是核心产品的真实属性。那这个市场有多大？2020年代，全球瓶装水市场规模约为3500亿美元每年。在这个星球上，每分钟有大约100万个塑料瓶被购买，1分钟100万个。我们调查了这个产业的供应链，发现了更多矛盾。雀巢公司，当时全球最大的瓶装水企业之一，在加州圣贝纳迪诺国家森林中拥有一份抽水许可证，年费524美元。当时加州正经历严重干旱，居民被要求减少用水，限制草坪灌溉，缩短淋浴时间。雀巢继续抽水。另一个案例，斐济水，这个品牌的产品从南太平洋的斐济群岛开采，横跨整个太平洋运往北美和欧洲销售。它的营销核心是遥远的原始水源。与此同时，根据记录，斐济部分农村人口仍然无法获得稳定的清洁饮用水。我们回到塑料问题，这些瓶子去哪里了？根据2017年《科学进展》期刊的研究，在人类有史以来生产的所有塑料中，只有大约 9% 被回收处理， 91% 进入了填埋场、焚烧炉，或者直接进入了自然环境、土壤、河流、海洋。这些塑料以每年450到1000年的分解速度留存在地球上。21世纪，人类生产了这些容器，使用了几分钟，然后把它们留给了未来1000年的地球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能找到它们。但故事还有最后一个讽刺。2018年，一项由 Old Media 与纽约州立大学弗雷多尼亚分校合作的研究，对全球多个品牌的瓶装水进行了检测。结果 93% 的被测瓶装水样本中含有微塑料颗粒。他们为了喝到纯净的水而购买瓶装水，然后他们喝进去了塑料。这个产业的逻辑是什么？制造对纯净的恐惧，然后出售装在塑料瓶里的自来水，或者从干旱地区抽来的水，或者从太平洋对岸运来的水，制造数十亿个需要1000年才能消失的容器，然后再担忧塑料污染。这个产业售卖的正是它制造的问题。从公元3026年回望，这是一个完整的闭环。
企业从公共水源或生态系统中低价取水，以纯净为名提价300到2000倍出售，用完就留下永久性的塑料废物，再用可回收的话语管理公众的罪恶感。下一轮继续。全球每年3500亿美元的市场，每分钟100万个瓶子，9%的回收率，93%的瓶装水含微塑料，450到1000年的分解时间，以及一份524美元的年度许可证，允许一家跨国企业在干旱期间从公共森林取水。我们无法确定21世纪的人类是否意识到了这些数字同时存在。也许有人知道，但觉得改变不了什么。也许信息被淹没在营销话语里，很难分辨。也许他们只是习惯了。1000年后，我们能看到的是，这些瓶子还在。它们比那个时代所有的政府、公司和大多数建筑都更持久，而它们在当时的平均使用时间大约11分钟。如果你正生活在那个时代，下次喝水之前，也许可以想一下，你在为什么付钱，那个瓶子会在哪里待上1000年，以及从水龙头里流出来的到底是什么。